阿显过去帮父亲搬东西，却被父亲一把推开。他愣愣地站在原地，尽管父亲经常既打又骂，他还是不忍父亲太累。但父亲却打断了他的话，问他：“我是不是让你丢脸了一辈子？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是因为我长得丑，还是因为我的工作？”男孩说：“都不是这些原因。”父亲又说：“我为了养你，一年365天都在努力，拼命的生活。虽然我以前不是好人，但作为你的父亲，我问心无愧。现在我一无所有，你是我唯一的骄傲，但你却觉得我让你丢脸。”男孩突然抱住了父亲。这时浩西叔也出现了。经历了一天的疲惫，殷全书回到家。浩西叔此时坐在楼梯口，刚和阿贤吵完，他已经没力气和浩西叔斗了，于是就让他回自己家。正当殷全书打开门的时候，浩西叔一言不发地走了进来。这时殷全书的火气突然又被点燃。就在他开灯的那一刻，浩西叔默默转过身，然后跪在了他面前。这一跪让殷全书沉默了。他拿出一瓶烧酒来，这大概就是男人的解忧方式吧。不用多说，一切都在酒里。最终浩西叔还是认输了。对他们来说，这一生或许就这么平凡，但他不愿自己的孩子受人非议。殷全书气愤地说：“谁敢这么对我们孩子？你告诉我，我去教训他。”浩西叔一一列举了出来，包括10级铁匠老金和慈阿姨，还有卖冰块的老张。当问及还有谁时，叔叔要求殷全书向他道歉。这时殷全书才意识到自己的过错，他真诚地向浩西叔道歉，一句简单的谢了，让两人和解。然后浩西叔说他已经让英珠回家了，所以你也原谅阿显吧。殷全书没有回应，只是让浩西叔先回去。在离开之前，浩西叔还是主动说了那句话，而殷全书却让他称呼自己。这样的反转让浩西叔一时难以适应，两人最终重归于好。然后殷全书打给了阿显，叮嘱他回来前得去向老太太们表示感谢。第二天，阿显在门口等着英珠，两人对看一笑，英珠递给他一个波波，这对他们来说是苦尽甘来，最后也获得了大家的认可。阿显这时对英珠说，就在昨天，他被餐厅正式录用了。然后对宝宝说，以后他们的生活能一直这么甜蜜吗？让我们一起看下去。一天忙完狗东西，哼着歌感到很开心。他去洗衣房洗衣服，吃泡面时坐在门口，注意到街角玩游戏机的孩子，抬头看看对面的游戏厅，不由得回忆起从前。那时善雅总是泡在游戏厅，周围人跟他说话他也不理，坐在后面的东西看不下去了。这时有同学过来找茬，善雅默默地走了出去。善雅一走，东西立刻站起来，走到门口就遭到暴打，但东西一点也不还手。善雅买完东西回来也装作没看见，挨打后东西表现得若无其事，吐了口唾沫，然后继续回去打游戏。这时善雅递给他一瓶牛奶，他也心疼地给善雅一根巧克力棒。被打成那样还能边吃边玩，真是镇定，只能说东西真是个硬汉。离开游戏厅时，外头开始下雨了。东西问善雅需不需要搭个便车，善雅静静地点了点头。东西细心地帮他戴上安全帽。坐上车后，善雅就抱住了东西。东西随即问他，两人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。回到现实中的旅馆，淋湿的东西在这儿换衣服。这时旅馆老板问他，那个带来的女人是谁？东西叫他别多管，那女人前2天开车出去，已经3天没回来了。老板担心东西会做出什么傻事。东西听说后，直接冲进善雅的房间，看到所有个人物品还在，但人已不知去向。东西急忙拨打善雅的电话，电话却始终无人回应。他立刻出门去找善雅，先去了善雅之前跳海的地方，环顾四周也没有看到人。焦急之中，他想到了善雅可能会去的地方。男孩让母亲看看身上的伤，母亲却视若无睹。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？善雅回家看到父亲和伯父大打出手，无奈之下只好请东西让自己留宿一晚。回到房间，男孩为了女孩换衣方便，用被子做了遮挡，担心女孩会冷，又用被子把女孩包裹起来。这时女孩问了一句，男孩没回答，只让她躺下。随后男孩说自己其实很有力气，自从母亲成了别人的小老婆后，他就希望母亲看到自己满身伤痕，感到很难过。这一刻，男孩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。看到女孩冷得瑟瑟发抖，男孩默默地从背后拥抱了她，借助回忆回到了善雅小时候的家。但时间已经改变了一切，周围的一切都已经变样。这时善雅终于回复了电话，得知善雅就在她小时候的地方。他把车开到了那个门口，看到眼前的丹雅和周围的一切，他的心情再次被触动。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在海边捕鱼的情景，偶然看到一个同学匆忙地提着裤子从一家餐馆走出来，好奇地走过去看个究竟，发现里面的女孩竟是善雅。看到这一幕，他拼命地奔跑，他不明白善雅为什么要这么做。随后找到了那个同学，平时不怎么动手的他今天彻底失控。男孩被打得无力还手，曾经欺负他的同学都来围观，也遭到了一顿痛打。东西像发了疯一样的打那个同学，善雅的行为让他的拳头更加有力。从那以后，两人就再也没有见面。这段往事让他下定决心，转身就走。独自一人的善雅似乎也理解了。在回程的路上，东西接到了善雅的电话，他问他当年还是学生的时候，为什么要那样对他？善雅没有给他答案。东西生气地说，那时候他只是一个18岁的少年，只有和善雅在一起的时候，才能感到无忧无虑。
他只想要单雅给他一个明确的答案，但单雅还是保持着沉默，这让东西再一次忍不住发火。如果你想死，就去别的地方安静的死去，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面前？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，我都无法忽视你的存在。他恳求单雅，从今天起，请远离我的生活。一气之下挂断了电话。单雅在电话那头，对于东西的发现毫不在意，继续漫不经心的刷气。但最终，他决定给东西一个答案。东西立刻掉头回去找他，下车后直接走向单雅，随后询问当年为什么要和那位同学发生关系。单雅只是默默地看着他。东西继续追问，是不是你主动的，还是被那位同学强迫的？单雅仍旧沉默不语，最终开口说出了真相，这让东西更加无法理解。原来那时的单雅也喜欢这东西，所以他不能让自己爱人以及一个爱他的人来毁了自己。听到这个答案，东西感到哽咽。接着单雅说，实际上他们没有发生关系，因为那位同学害怕东西知道真相，所以衣服脱到一半就停下了。当时说他是流氓，只是为了阻止东西冲动，而且单雅也没报警，只是想吓吓他。至于为什么当时单雅想毁了自己，是因为想让失败的父亲能够重新振作起来。东西为自己过去的行为，现在他对单雅的态度感到非常内疚，但单雅一直都懂得，他外表虽粗鲁，内心却极为温柔。东西询问这些年单雅过得怎样，单雅望着微亮的天空，邀东西一起去看日出。他们在海边回忆过去的种种。东西得知单雅患有抑郁症，本以为再也见不到的两人，在济州岛意外重逢，可能因为对方是东西，他才能如此平静的倾诉。东西问及单雅离婚的原因，单雅回答是前夫无法接受她的抑郁症。听后东西大骂，严厉谴责单雅的前夫，为单雅感到不平，若是见到他，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番。单雅被他的气势逗笑了，接着说要学东西骂人的样子，那样看起来真解气。东西说直接骂就行，根本不用学。单雅半天说不出脏话，东西现场示范了一番，狂骂一阵后，东西默默地走开。这时单雅面向大海，把所有烦恼抛到脑后，释放心中的压抑。来这之前他承受了太多，希望在东西的照顾下会好转，依赖东西后变得这么搞怪。单雅的出现让他改变了以往的脾气，东西的陪伴让单雅也笑得多了，他不再愁眉苦脸。忙完一天的东西直接去单雅家，认真帮单雅装修屋子。单雅随便点了个赞给他，还细心地喂他吃东西，这样温暖甜蜜的一幕，希望他们能一直在一起的锦爱一。休息的时候，单雅跟东西说，下周要回首尔跟前夫打官司，如果官司赢了，他会立刻带孩子过来。东西问如果官司输了怎么办，真失了不起。单雅的回答让东西觉得挺恐怖的，不要总往坏处想。最后伤心的总是自己，可能单雅不愿意面对失败。东西又追问，如果官司输了，你还会不会做出傻事？单雅还是坚持自己不会输。面对单雅的固执，东西也只能无奈接受。直到东西看见草原上的马，他问单雅的孩子喜不喜欢马，答案肯定是喜欢，因为单雅之前给孩子买过一个小马玩具，孩子非常喜欢那个玩具。东西就提议跟单雅一起去骑马，可单雅更想先把房子装修好，但东西一想到什么，就想立刻去做。见到单雅原地不动，东西就不停地按喇叭催他，最终单雅没办法，只好同意。到了马场，单雅只是静静地看着东西骑马，因为即将面临的官司，他感觉非常紧张，担心怎么面对孩子，还怕错锅传班。但东西让他先别想这些，试着放松一下自己。看到单雅完全不感兴趣，东西也就不再强求，然后请单雅帮忙录一个骑马的视频。单雅勉强答应了，看着这个快40的大男人还这么孩子气，单雅忍不住笑了。东西又让单雅跟马合个影，单雅虽然笑，但笑得有点勉强，这又让东西觉得不爽，他就现场示范了一下，立刻逗得单雅笑开了。我觉得只有在东西身边，单雅才会这么开心。在回程的路上，一直看着海浪的单雅说自己头晕，东西就让他别看了。今天是他和孩子分开100天的日子，涂了漂亮的口红，一会儿要把最完美的自己展示给孩子看。看到孩子们陆续走出教室，他迫不及待地站在校门口等。这时候他的儿子小烈出来了，他向前走，把买的礼物给了儿子，看到是妈妈，孩子主动抱了上来。这一刻他感到无比幸福，看到单雅和孩子这么亲密，东西也真心为他高兴。后来单雅带孩子去了海底世界，面对各种海底生物，孩子还是最爱妈妈送的小马。看到孩子这么喜欢小马，单雅就拿出之前和东西骑马的照片。孩子看到真马的时候，不停地发出羡慕的声音。翻到妈妈和马的合照时，单雅告诉孩子下次一起去，所以他没骑车去。孩子的夸奖让他乐得合不拢嘴。而东西那边正等着接受赡养金，并与多年未见的老友团聚。他吹嘘自己开着小货车，1个月能赚到1000万韩元。朋友们听了都哈哈大笑，都觉得他在吹牛。他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一堆现金，朋友们羡慕的眼神满足了他的虚荣。可能是因为终于有了值得等待的人，他的生活似乎多了些温情。这时候的单雅正在享受与儿子独处的美好时光，显然已经忘了和前夫的约定。本应9点前回家的他，结果一直到了11点。前夫看着他满是不屑，而东西已经早早的在门口等候。当前夫正要接过孩子时，单雅却说把孩子抱到门口就好，
前夫很不满，她仍然没有时间观念。但到了门口，单雅又改变了主意。她请求丈夫今晚让孩子和她一起睡，还天真的说赢了官司后，以后可以随时让前夫见孩子。就在前夫从单雅手中夺走孩子时，孩子的哭声让她那可恶的抑郁症又犯了。她疯狂地拉着孩子的手臂，身旁的东西看到后立刻从车里出来。这时候单雅疯狂地拍打车窗，东西上前一把抓住她。回到家的单雅孤单地站在窗前，周围的一切再次变得暗淡无光。就在今天，她彻底失去了儿子的抚养权。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得了抑郁症。李东熙在餐厅大快朵颐，单雅还沉浸在白天的痛苦里。输了官司是难过，但生活还得继续。对单雅来说，这并不是什么安慰，因为东西无法完全理解她，现在连自己都照顾不了，怎么可能照顾孩子呢？在回家的路上，单雅满脑子都是孩子的事，她为昨天伤了儿子感到愧疚。东西建议她直接打电话道歉，但她害怕孩子真的讨厌自己。我这么怕？东西劝她想点别的，不要太钻牛角尖，想想上诉的事情，想找个好律师，找个靠谱的律师，想着要建房子和儿子一起住，你还有很多事要做。但她觉得自己做不到，因为孩子对她意味着一切。单雅恳求东西帮帮她，东西看着可怜的单雅，没多想就吻了她，一吻定情，然后带她去游戏厅，试图转移她的注意力，但似乎没什么效果。这时单雅想要独自散散心，东西紧紧拉住她，坚持要送她回家，但单雅坚持要往前走，东西不再迁就她，跟在她后面不停说教，这让单雅感到烦躁，因为这让她觉得东西和她前夫及妈妈没两样，总在问自己要难过多久，或者什么时候能摆脱阴霾，可她就是找不到答案。这就是单雅现在这副样子的原因，一半原因是来自她的家庭背景，小时候被母亲抛弃，父亲因生意失败自杀，另一半是因为丈夫的不理解最终离婚，再加上失去了孩子，这样的人生真的很悲惨，活着似乎也失去了意义。但你得作为孩子的榜样，不能这么自暴自弃，这样他也会重蹈你的覆辙，他的人生也不会幸福。这话触动了单雅的痛处，她蹲在地上痛哭，而东西坐在旁边，继续告诉她可以难过，可以哭泣，但要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偶尔也要让自己开心一点。虽然不能和孩子在一起，你已经快要崩溃了，如果再把自己搞得一团糟，那你的生活就真的完了。被这番话醒悟的单雅和东西在海边散步，东西问她忧郁症是什么感觉，单雅回答说，像是被一床湿棉被压着，即使在灯火通明的地方，有时候还是觉得漆黑一片。东西告诉她那都是错觉，下次有这感觉就像念咒一样说服自己，或者打电话给我，我会帮你清醒。接着东西鼓励单雅积极接受治疗，试试所有的方法，不论是吃药还是心理咨询。如果口袋空空，单雅开心地笑了起来。最后他们俩坐在河岸上，单雅听着东西的录音车广告，忍不住又笑了。东西的一生总是在不断的失落和孤独中寻觅，漂泊了许多年，甚至不打算买房，因为他不再相信家的概念。此时此刻，单雅成了他的归宿，而单雅也在不断的与幻觉中的黑暗和失落做斗争。还不太明朗的是，上天其实已经给了他最温暖的阳光。单雅一夜之间找到了发泄的出口，最后在东西的陪伴下平静了下来。他们一起回到了单雅的家，东西一直漂泊未定，直到遇到单雅，他才找到了停靠的地方。但他心里似乎只有单雅，开玩笑地说，然后单雅说他会留在儿子身边。听到这话，东西感到有些失落。除此之外，他也找到了合适的工作，这是他看日出时做出的决定。东西只能尊重他的决定，他让单雅把房子租给他几周，单雅很爽快地答应了。这时东西问单雅的房间在哪，单雅看了看旁边，那个房间有些不愉快的回忆，所以他打算搬到儿子的房间，或者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。体贴的东西先是去了儿子的房间，然后又去单雅的房间看了一眼，接着问单雅是否需要帮忙把床搬到客厅。话音未落，他们立刻开始行动，一起换被套、挂窗帘、擦玻璃，期间还不时玩闹一番，宛如一对处于热恋中的情侣。在东西的帮助下，单雅的房间变得焕然一新，这样的变化让他非常惊喜。东西向单雅夸耀自己的手艺，单雅开心地和他击掌庆祝。忙碌过后，单雅给东西做了他最爱吃的饺子，还帮他铺好了床，让他吃完饭好好休息，明天再回济州岛。东西对自己的手艺很满意，单雅露出甜美的笑容。之后东西躺在地铺上，告诉单雅如果以后需要帮忙就给我打电话，就像今天这样，需要帮忙的时候也给我打，想吃济州的生鱼片也行。东西叮嘱，如果晚上睡不着或者脑子里有杂念，就记得要多运动。觉得房子太大感到害怕，就搬到小一点的地方。如果感觉周围一切都变得暗淡无光，两人聊天后渐渐睡去。随着晨光的微弱，东西慢慢醒来，他看着旁边的单雅，不由自主的微笑，就这样默默地注视着单雅，但眼眶却不自觉地泛红。最后他决定离开。醒来的单雅收到了东西的短信，因为有了单雅，东西开始期待未来的相聚。他满怀期待地想着与单雅的下次见面，在此之前他要努力过好每一天。在餐厅里，一位母亲正在和孩子享受晚餐，但下一刻周遭的景色忽然变得灰暗，她无声地转头看向孩子。这时
孩子身后突然亮起金色的光芒，周围的世界又重新变亮。他意识到自己的抑郁症再次发作，但对他而言，孩子就是那闪烁的光芒。天真的孩子把自己的玩具马送给妈妈，善雅婉拒了，只是让孩子抱了抱自己。晚餐后，善雅把孩子送回给前夫的车里，望着熟睡的孩子，善雅亲吻了他。前夫随后询问善雅是否会锁门，善雅默默点头。他说等病情好转后。听到这话，前夫感到安慰，善雅终于开始摆脱过去的阴影。他决定积极面对生活，等孩子主动寻求拥抱的时候，等孩子需要依靠他的时候，到那时他才会起诉。这番话也触动了善雅，两人最终都感到了释怀。但回到家的善雅独自坐在床头，这一刻她的世界再次开始变暗。她提醒自己，这一切都是错觉，外面的世界其实很明亮，但她依旧无法战胜内心的恐惧。她把身边的花盆摔碎在地，随后捂着头痛哭。这时东西的话在她耳边回响，她默默地解锁手机，翻找东西骑马的视频。她逐渐平静了下来，最后走到跑步机前，因为东西曾说遇事不顺要多运动。正好这时东西送她一个礼物。边听东西卖货的录音，善雅感到心情舒畅了很多，眼前的世界又亮堂起来。你们觉得她最后会和东西在一起吗？还是会回到前夫那里？自从英珠和阿显得到家长的认可，郝西叔照常经营他的冰块生意，整个人看起来也精神多了。但有件事让他很头疼，阿显常常半夜去英珠房间，全叔一听就急了。当你女儿说阿显不在时，他就无心读书。另外，阿显不舒服时总让他买东西，我也头疼死了，老兄。郝西叔甚至说被搞到流鼻血。并全叔摸了摸鼻子，看看吧兄弟，不止你一个人睡不好。这时东西过来这里吃饭，两人又聊起买房子的事，并全叔直言自己没钱。郝西叔说钱都留给英珠上大学了。并全叔一听不高兴，你女儿还在念书，我儿子都辍学了，还得打工照顾她，我儿子牺牲最大。郝西叔也不肯示弱，你儿子以后也可以重新回学校继续学习。旁边的东西听不下去了，他建议让英珠和阿显住在一起，你们俩为什么不一起住呢？但并全叔仍然不满，阿显离开了，那谁来给我做饭呢？东西偷瞄了一眼旁边的郝西叔，这位是东西的妈妈，还有春喜大妈也来了吃饭。东西却没搭理他妈妈。春喜大妈见状便问，东西和善雅是什么关系啊？东西显得很惊讶，一旁装作镇定的妈妈也很想知道。东西看着面前的妈妈，接着提到了善雅的情况，并说他想和她一起盖房子，想一起住在这儿，但他希望住在首尔，我就让他离开了。面对春喜大妈的提问，东西显得有点不耐烦，春喜大妈也就没再追问。妈妈一出现他就没胃口了，于是他独自一个人走了。东西离开后，在他的杂货车前叫卖。这时妈妈走到他的摊位前，在东西的注视下随意挑了件衣服，然后把钱放进篮子里就走了。看到妈妈多给了钱，东西生气的把找回的钱塞回妈妈手里，妈妈紧抓着手里的钱，最后带着卑微的神情离开了。东西回到摊位继续叫卖，但妈妈又一次出现让他非常生气。他把摊前的客人都赶走了，然后拿了几件衣服到妈妈的摊位，把衣服扔在地上，然后说大哥，我们还穿着这种贵姓的服装吗？这肯定是件好事。春喜大妈在旁边斥责东西，可东西并不这么看。春喜大妈接着说，没有你，妈，你连这世界都看不到。这话让东西心里火冒三丈，对他而言，妈妈除了给他生命外毫无责任感。春喜大妈气得站了起来，东西听后愣在那里，他转头看向自己的老妈，说人总有一天是要走的，难道只有他会这样吗？东西还是没懂春喜大姐的意思，他继续对妈妈大声嚷嚷，我们还能活着的时候，别再见面，你也别认我。摆脱了船长的束缚之后，东西气冲冲地离开了。其实早在此之前，妈妈曾给东西打过电话，东西看到是妈妈来电，迟疑了下，还是接了电话。刚接通，妈妈一时没说话，东西就跟妈妈说，既然打了电话，就该说几句。妈妈鼓起勇气问了一句，吃了没？东西听后很惊讶，母亲从未这样关心过他。东西质疑妈妈是不是糊涂了，或者是不是打错了电话。我是东西，不是你最疼爱的那两个儿子。护士喊到玉东大妈的名字时，他下意识就挂了电话。那时候东西被母亲弄得头大，但这几次妈妈主动接近东西，是因为他得了胃癌，如果不去治疗的话，说不定1个2个月。他却只要求医生开点药。宣泄结束后，东西带着船长去了善雅家，看到东西在静静地刷墙，船长也加入了进来。接着东西开始谈起他和善雅的事。东西说因为对方是你，我才决定开口，并说以后要住在这里。两人聊着各自的感情故事，不知不觉中笑了，希望东西和善雅能有美好的未来，也希望东西能和母亲解开心结，同时也期待船长和英玉能有好结果。帅气的船长独自一人坐在海边，想起白天小卖部阿姨问的问题，还有孟青叫他去干嘛，还有陪伴船长，提到自己被骗了几百万酒钱，惠慈大妈也说他满嘴谎言。面对这些人的闲言碎语，船长回到自己的房车，在车窗上写下了心里话。答案是不行，但自己接下来该怎么面对抑郁？就在这时，抑郁打来了电话，船长只是默默地看着自己写的话，没有做出回应。船长随口说了句我也想你。听到这话的抑郁偷偷高兴，然后邀请船长一起去旅行。
听到这话，船长愣住了，因为他感觉易玉似乎有什么瞒着自己。第二天晚上，易玉找到船长，问他为何不回应。船长只是呆呆地看着他。英玉试探性地问船长，觉得这样进展是不是太快了？船长还是沉默不语。看到英玉有点不高兴，船长终于开口了。英玉说他最讨厌这种沉默的人。船长接着问英玉有没有撒过谎。英玉回忆起学生时代曾经偷偷多向父母要了1万韩元买参考书。那长大后呢？英玉坦白自己现在也在撒谎。船长还没明白他话里的意思，因为英玉很介意他不提及的往事，但他表面上装作无所谓。船长听后不由得笑了。然后英玉对船长说，如果你不那么喜欢我，我们就此打住。船长仍旧无动于衷。这时他才意识到船长是在试探他。船长最终同意一起去旅行，因为英玉说他没有撒谎，对他来说这已经足够。他第一次遇到这么特别的女人。船长提议去新加坡岛骑自行车，英玉立刻答应了。这时恩喜和其他2位姐妹也来凑热闹。船长看到后站了起来，看着大家开心的唱歌跳舞，两人忍不住也笑了。他们都为船长和海女的关系感到高兴，但英玉还是羞涩的不肯承认。船长却主动承认了。3人都对这位帅气的男人表示赞赏。就在昨天，海女不停地向船长抛媚眼，这最终让鱼饼船长感染了新冠。随后英玉开始了一整天的捕鱼工作。这时他的手机再次响了。定俊看到后立刻告诉船长，问道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？船长却保持沉默，因为他选择了信任英玉。海女们在水下各自忙着捕捞鲍鱼。这里有个规矩，每捕到1颗鲍鱼就得上来换气，但英玉还想多捞一些。这时同伴过来提醒他，上来后同伴开始责骂他。英玉不耐烦地回应，这些规矩我早就知道了。同伴又一次提醒他，如果你还这样，我们就支持惠子大妈把你赶走。第二天，英玉和船长开始了他们的假期。旅行中2人互相帮忙拍照，这是他们的幸福时光。然后2人又拍了一张甜蜜的合影，看着照片2人忍不住开心地笑了。最后英玉满足地依偎在船长怀里。到了新加坡岛，他们一起骑上了自行车，他们快乐地追逐嬉戏。这画面是否让你想起谈恋爱的时光？野餐后，船长问英玉为什么喜欢大海。英玉说只有在海里才能远离烦恼。船长接着说，别在海里太贪心了。英玉却坚持说要赚大钱，他要赚很多很多钱。英玉的心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？这时船长转过身恳求英玉答应一件事，那就是永远不要一个人在海里，一定要和伙伴们待在一起。但英玉还是固执地说他喜欢独自一人，因为只有海女们能在海里保护他。即便船长再怎么爱他，英玉依然坚持自己的方式，也帮不上忙。危机时刻，英玉露出了甜美的微笑，然后在船长耳边悄声说。船长傻乎乎地笑了。就在那一刻，英玉突然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，他急忙挂断了电话。船长问他为什么不接听，英玉说接了会打扰我们，便以感觉有点冷为借口，躺进了船长的怀里。晚上他们在旅馆里喝酒，决定今晚只聊聊人生，谈谈将来可能面临的问题。他们向对方提出了各自的要求。正当英玉告诉船长不要太认真，船长爽快地答应了，但他不知道这会伤透他的心。英玉去洗手间的时候，那个神秘电话再次打来。船长看着刚离开的英玉，选择了不接听。他起身去拿酒的时候，手机从口袋里掉了出来，屏幕显示电话已经接通。船长捡起手机坐回座位，看到英玉还没从洗手间回来，他最终还是接起了电话，但电话那头一直没人说话。这时英玉慌张地走了过来，接过电话就往外走。坐在外头的英玉和电话里的人聊了很久。船长拿了2瓶啤酒，然后走出了屋子。丁玉见状急忙挂断电话。船长问电话里的人是谁。丁玉深深吸了口气，然后对船长说，我知道很多人都在背后说我外面有别的孩子或是男人，但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这2件事都不是真的。船长说，只要不涉及这2件事他都能接受，比如纠缠不清的前男友或是债主，这些他都会处理掉，因为你是我的女人。听到这话，英玉眼眶不由得湿润，2人忍不住笑了起来。第二天，船长开车带着弟弟，看到远处的小别墅，他对弟弟说自己想买那样一套房子。纯情的船长已经开始想着和英玉结婚了，但一切能如他所愿吗？另一边，英玉像平常一样在捕捞鲍鱼，但他仍旧不守规矩，捞到一个还想再捞一个。正当他准备回到水面时，不幸的视角被渔网缠住了。他努力挣扎摆脱渔网，结果还是紧紧缠绕。他扔掉手中的鲍鱼，弯腰试图用手解开渔网，结果仍然没能成功。幸好有同伴看到这情况，他拼命往水面游，随后向其他海女求助。得知英玉被困在水下，海女们纷纷赶来救援。此时英玉已经快要窒息，最先到达的春喜大妈拼命地试图拆除渔网，但依然没用。最终在其他海女的帮助下，他们终于成功救出了英玉。但不幸的是，惠慈大妈的脚也不小心被渔网缠住，幸亏春喜大妈还没走，及时帮她解围。一回到岸上，惠慈大妈把海女们捕的鲍鱼全都扔给了英玉，并大声责备她的贪心。是留是走由春喜大妈决定。英玉跪在春喜大妈面前，泪流满面地求春喜大妈再给她一次机会，但这已不是她第一次犯错。到底是什么让她这么贪婪，甚至不惜生命？还有大家对她的流言蜚语又是怎么回事？
最后在春喜大妈的追问下，殷玉终于说出了原因。深夜，浩西叔从梦中醒来，看了手机，一眼露出绝望的表情，然后蒙头钻进被窝。但外面的嘈杂声又吵醒了他，开门对一对小情侣说：“英珠尴尬地说是肚子里的宝宝饿了。”郝西叔无奈地笑了笑，然后问阿显是不是现在住这儿了。英珠护着他说：“宝宝想见爸爸了。”哈哈哈！阿显意识到打扰了浩西叔，然后带着英珠回房间。但他们回到房间后依旧聊得很欢，这让浩西叔再次绝望地大笑。关上门，他开始整理个人物品，然后默默离开了这个家，垂头丧气地去了殷全叔家。殷全叔见状就告诉他阿显的房间在哪。你们觉得这样的搭配怎么样？另一边被春喜大妈原谅的殷玉，像平时一样跟着大妈们去捕捞，只有惠慈大妈还坐在原地，其他大妈们已经提前出发了。惠慈大妈在谈话中说：“我已经知道了殷玉的情况。”殷玉犹豫了一下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他以前从不关心殷玉，竟然主动给他带来了晕船药，还说他不会把殷玉的事告诉别人，因为他和惠慈大妈有着相似的经历。他非常理解殷玉为什么不惜生命的赚钱。说完，他就向殷玉的车走去。或许是因为被理解，他感到更加愧疚，所以在出发前，惠慈大妈对殷玉说：“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两个一组，按我说的做，每挖到一颗鲍鱼就上来换气。如果你不听话，我可不会手软。”殷玉笑着答应了。他还严肃地说：“从今天起，我是你的老大。”那么殷玉身上究竟隐藏什么秘密？你们听说过唐氏综合症这个群体吗？他们的主要特征是智力较低，还有独特的面容。我们的主人公就是这位女孩殷希。虽然她不能像常人那样流畅地说话，但周围的人都对她更加理解和耐心。在空闲时，她把自己的工作环境拍下来发给了妹妹。原来今天是殷玉答应去看姐姐的日子，但她总是以忙为由推迟。收到消息的姐姐很不高兴。这时一辆空出租车经过，既然你不来，那我就自己过去。她说完就独自一人上出租车。即将见到殷玉的她非常开心，以至于忘记了园长说要来接她。在车上，殷希高兴地唱着歌，司机一看便问她要去哪，说完就把身上的钱都给了司机，但司机下秒就把她送进了派出所。园长接到消息后急忙赶过来，看到殷希安然无事，总算是放心了。而另一边的殷玉正和船长享受着二人的甜蜜时光，完全没把姐姐的事放在心上。他根本不知道姐姐出了什么事。在回家路上，殷玉接到了园长的电话，但他选择了不接。正当他要下车的时候，园长又发了条短信过来，说殷希明天要飞过来济州。殷玉马上回拨电话，问为什么殷希突然要来。园长解释说，是因为园区需要重新装修，所以园里的人都要暂时回家一周。但殷玉还是找借口，说自己没法照顾殷希。园长表示理解他的情况，但提到殷希现在变了很多，受了不少教育，社交能力也提高了很多。殷玉还是不同意，他说可以去首尔，但得等到下周。园长没再说什么，最后还是挂断了电话。殷玉接着打给了姐姐，他想试着说服殷希。正当殷希准备接电话，旁边的园长阻止了他。他知道殷玉会说些什么，所以才没让他接电话。殷希也就乖乖听话点了点头。看到殷希没接电话，他感到很头疼。他喝了口冰水，试图冷静一下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屏幕突然亮了。他本以为是殷希发来的消息，一看手机，原来是船长来的。视频里，船长正在深情地唱歌。船长说他的父母想见见殷玉，等他有空，简单的一起吃个饭。这消息又让他感到无奈，为什么姐姐的出现会让他这么难受？作为父母，最大的愿望就是孩子能健康快乐的成长，但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，事事如意。世上有些孩子，他们也是父母眼中的宝贝，只是他们与其他孩子不同。自从殷希患上唐氏综合症以来，他们的父母就放弃了不挣钱的画家职业，转而卖衣服来照顾殷希。长大后，殷玉和殷希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大。每当有同学欺负殷希，殷玉总会毫不犹豫地为他出头。命运总爱开玩笑。当他们12岁那年，他们的父母意外去世，这使得殷希开始患思觉失调症。从那以后，殷玉也变得越来越不耐烦，连小姨家的儿子都受不了殷希的行为，连姨父都对他很反感。这让殷玉一怒之下翻了桌子。结果，他们结束了在阿姨家的1年生活，一个人照顾姐姐，这让他感到非常辛苦，甚至一度想要放弃他。列车慢慢前行，他心里也挺不舍的。殷希反应过来，大声喊着殷玉，他努力在人群中找妹妹。殷玉最终决定留下陪姐姐，从此他们俩就一起相依为命。幸好，经过一家孤儿院时，院长决定收留他们。转眼他们都22岁了，殷玉决定外出挣钱养活殷希。天真的姐姐叮嘱殷玉挣很多钱，想要变得和殷玉一样漂亮。殷玉爽快地答应了。殷希开心地点点头。离别前，院长叫住了殷玉，叮嘱他外面要照顾好自己。殷玉告诉姐姐会经常回来看她。姐姐兴奋地跳了起来，但他们不知道，殷玉出去挣钱只是个借口，实际上是为了远离殷希。从那以后，他经常把工作地点换到很远的地方，也没怎么回去看过殷希。最初几个月看一次，到后来几年才看一次，现在只剩下电话联系。他以为这样殷希会忘记他，其实只是自欺欺人。清晨，海女们照常出海捕鱼，船长伸手想帮殷玉，却被殷玉冷冷地拒绝了。坐稳后，殷玉给船长发了条消息，
船长看了短信，脸色大变。阴郁的突然转变让他摸不着头脑。他又确认了一遍短信内容。短信的主要内容是，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让阴郁感到压力，所以他向船长提了分手。明明两人感情这么深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纯情的船长心里受了很深的伤，但他还是调整好心情，开始了工作。另一边，英熙早早就到了机场，不断地盯着远处的时刻表。他迫不及待想见到阴郁。终于到了检票的时候，园长把英熙交给乘务员后就离开了。捕捞结束后，阴郁收到了船长的短信，短信说忙完了就去找他。阴郁看起来有些不耐烦，船长焦急的一直没收到回复，不停地打着阴郁的电话。弟弟问船长为何心情这么差，船长还是沉默不语。这时阴郁的车从对面驶过，船长立刻做了个360度大转弯，以最快的速度超过阴郁的车，然后在路边拦下他。船长走到阴郁车前，问他为什么不回短信。阴郁说他要去机场有急事，说有话1周后再说。阴郁只好答应了。他走进机场，看起来心不在焉。多年未见的姐姐，他该如何面对？转身那刻，眼前出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。犹豫了一下后，他向远处的姐姐挥了挥手。英熙看到妹妹开心地跑向他，他们紧紧抱在一起，像小时候一样亲吻对方的脸颊。阴郁也抚摸了摸姐姐的头，眼眶不由自主地湿润了。走到停车场后，阴郁正在整理姐姐的行李。这时船长也匆匆赶到，一看到阴郁就急忙跑过去，一把抓住阴郁，跟他说：“我知道你不喜欢缠人，我也不想这样，但我真的不能坐视不管。”阴郁见状，让船长先跟姐姐打个招呼。船长还没缓过神来，就看向车里的英熙。被这一幕吓了一跳的船长一时语塞。丁玉告诉他姐姐有唐氏综合症，车里的英熙也拿出了相关证明。不知道唐氏综合症是什么，上网查一查吧。说完，阴郁带着姐姐离开了。船长确实不懂这病，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，这让姐姐对他有了不好的感觉。双胞胎姐妹紧紧抱在一起，这是他们2年来的首次见面。姐姐开心地捏了捏妹妹的脸，妹妹也在抚摸姐姐的头。但是他们的关系并不像大家看到的那么好。阴郁带姐姐回到海女之家，向大家打完招呼，她扶着姐姐去洗手间。周围的人都投来奇怪的眼光。她对大家解释，这是我的双胞胎姐姐。春喜大妈看到这情况，告诉大家不要再看了。这时一位爱说闲话的大妈讲道，父母都是画家，怎么生的孩子会这样？惠慈大妈大声说这是唐氏综合症，不懂的话就不要胡说。那位大妈气呼呼地走了。恩熙也说自己被吓了一跳。玉东大妈告诉她，下次见到英熙要自然一些，这样显得更有礼貌。英玉办完事后让姐姐上车，但英熙被大妈们手里的冰淇淋吸引了。英玉正要拉姐姐走，恩熙突然叫住了他们。他提出英玉和自己住在一起。英熙礼貌地鞠了个躬。玉东大妈掏出钱来，叫星星再买一个冰淇淋给英熙。英玉觉得不好意思，想要拒绝。这时春喜大妈让英熙坐在他们旁边，没想到英熙真的坐了下来。她好奇地问这些东西怎么用。英熙点头表示开心。玉东大妈便示范了一遍，英熙学得很快，这让旁边的恩喜感到很惊讶。英玉也露出了微笑。其实唐氏综合症的姐姐在这里生活最合适。船长终于赶到了，他想和英玉单独谈谈。看到英玉原地不动，船长直接走向英熙，然后蹲在他面前。船长为早上的不礼貌行为向英熙道歉。之后英玉带着船长离开了，但英玉仍然没有原谅船长。两人走到了海边，英玉质问为何要这么胡来，船长反问他为何提分手。英玉说只要两人在一起开心就好，他没想过要结婚。船长表示理解，并承诺以后不再提这事，连父母的意见也可以不听。我们都已经不是小孩了，去不去真的那么重要吗？说完这些，船长再次向英玉道歉，因为他从没见过患有唐氏综合症的人，所以不懂该如何面对有障碍的人，但他保证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。英玉听后忍不住哽咽起来，他转过身去擦掉脸上的泪水，然后问船长，你确定见了英熙后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船长坚定地回答说当然，但大家一开始都这么说，最后都会厌倦然后离开，这让丁玉一次又一次的受伤，这也是他提出分手的主要原因。船长告诉他他和那些人不同。丁玉沉默了一会，然后问他有何不同。船长说他宁死也不会离开。你太小看我了，认为我会那么糟糕。他紧紧握住了英玉的手。英玉感动得再次流泪。接下来的时间里你就会明白我到底有多爱你。因为英玉的姐姐想吃生鱼片，她一早就去市场买了。另一边，英玉正在帮姐姐吹头发，她为昨天船长的反应向姐姐道歉，并说船长真的是个好人，但没接触过船长的姐姐还是不太信任。晚上在英玉的酒馆，大家和英熙一起玩抽积木游戏，恩喜和小月玩得很开心，跳起了舞。看着他们得意的样子，姐姐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她故意把船长叫成程俊，程俊是英玉的前男友。没想到姐姐这么记仇，但船长却一点也不介意，还说自己远比程俊好。他慢慢地推出一个积木块，英玉一旁紧张地屏住了呼吸。看到船长成功抽出积木，两人立刻欢呼起来。轮到恩喜操作时，英喜耍赖把积木吹倒了，英玉赢了，高兴地跳了起来，然后给姐姐一个香吻。姐姐提议喝酒庆祝，船长对此感到很惊讶，因为他们还把英熙当小孩看。别忘了英熙已经34岁了，毕竟身边有这么多人照顾她。船长问她想喝什么啤酒，姐姐说
那就随便喝点啤酒吧。在活动开始前，恩喜带着英熙到门外，指着天空的星星告诉他，那是北斗七星。小玉也告诉他那是仙后座。英熙很快就记住了这些名字，大家一起举杯庆祝。他们还带着英熙跳了起来。我万万没想到，英熙竟然能跳出那样妖娆的舞姿。船长看着都笑了。这时英玉告诉船长不要对英熙太好，虽然他智商只有7岁，但这不意味着他什么都不懂。他懂得爱与被爱的快乐，不懂父母的辛酸，障碍者的悲哀。也别用温柔的眼神看他，你要是不打算离开，那你得负责。船长顺势牵起了英玉的手。英玉说随便应付一下就行，因为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，不是不想对他好，而是怕他受伤。结束前，英熙开始给大家拍照，旁边的英玉显得有些不耐烦了。他叫姐姐别动，但英熙坚持让他别管，说这会影响他的拍摄。英玉反驳说是你喝多了，所以才找不到好的拍摄角度，又问为什么非要让人一直坐着拍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因为那是姐姐绘画的灵感来源。英玉一把抢过姐姐的手机，她不信姐姐会画画。姐姐一气之下把手机摔到地上，气愤地说英玉是个坏人，还提到了曾在地铁被抛弃的事，这让英玉大吃一惊。原来她真的记得一切。姐姐又质问她，爸妈临走前让你好好照顾我，你为什么要抛弃我？英熙突然爆发，让所有人都不知所措。为了缓和气氛，船长捡起了地上的手机。英玉调整好情绪后向大家道歉，因为她从没见过姐姐画画，所以也请大家别抱太大希望。说完，他一个人离开了酒吧。可能只有船长能解开他们的心结。回家后的英熙已经睡了。洗漱完毕的英玉走到床边，然后轻声问姐姐，你还在生气吗？这时英熙从床上坐起来，你别胡说八道。英玉叫他别说胡话，毕竟我们一起生活了22年，从保育院到后来的共同生活，我从没离开过你。姐姐似乎被他的话打动了，然后英玉让姐姐拿出画作来看看，她也很好奇是否真的会画画。说完她就要起身去拿东西，英熙一看立刻上前阻止。抢过东西后，她紧紧地抱着自己的画作。英玉对此也只能无奈，但背包里的画作再次激起了她的好奇。她轻轻地推开姐姐的手，差点被姐姐咬到。英玉最后也只好放弃。最后她在姐姐耳边低声说。深夜趁英玉熟睡，英熙开始画画。她一笔一画地描绘着英玉的面容，即使手酸了也觉得值得。打着哈欠，她结束了自己的画作。收拾好东西后，她默默地躺在地板上睡着了。第二天两人又恢复如初，开心地挥手道别。英熙让妹妹多赚些钱，好让自己整容。这话让周围的海女们都笑了。在姐姐眼里，英玉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。趁着海女们忙于捕捞，船长带着英熙去买新手机。船长问她姐姐是否喜欢这款手机，英熙直言不讳地说你就买给我吧。虽然她也有工作赚钱，但那些钱都是为了整容，让自己变得更美。船长爽快地答应了。回到酒馆的英熙又开了罐啤酒，两人开始聊家常。英熙说只看脸蛋和外表的都是坏男人。船长听了英熙的话笑了。姐姐和所有女孩一样，也想化美美的妆，希望自己看起来很有魅力，也渴望谈一场浪漫的恋爱。但男人们通常只钟情于美女，而英玉正是他引以为傲的人。尽管他曾想过放弃，但他还是赞美妹妹很漂亮。船长这些日子的陪伴，让姐姐觉得他是个好人。好久不见的阿贤和英珠一家开心了，一起拍照。星星和小玉也在场，水产大亨恩喜和勤劳朴实的海女们。因为明天英熙就要离开，他决定送给他们一幅最美的画。尽管我们还不知道姐姐的画技如何，但我相信那会是世界上最美的画。拍完照后，英玉一个人坐在沙滩上，看着船长和英玉相处得很好，他不由得笑了。趁英玉不注意，姐姐偷偷拍下了这一幕，然后她坐到英玉旁边，问妹妹为什么不一起玩。英玉说她喜欢一个人，但和妹妹相反，她希望有人陪伴。问英玉为什么喜欢待在海里，她只是静静地看着姐姐没回答，但姐姐心里已经有答案。进了餐厅，姐姐大口吃着食物，对面的男孩投来奇怪的目光。姐姐最爱的牛排端上来的时候，她兴奋地欢呼。贴心的船长帮忙切好牛排递给姐姐，这一刻她感到非常满足。但对面的不懂事的小孩却在嘲笑她。姐姐生气地叫他别看，船长让孩子不要那样，但那个没教养的孩子还是改不了。英玉实在忍不了孩子的行为了，然后坐到了姐姐对面。这时候背后的小男孩被妈妈教训了一顿，小男孩离开了他的座位。姐姐借口去洗手间也离开了。英玉对我们说情，好好管教你们的孩子，难道这也会让你反胃吗？妈妈说她已经教育过孩子了，还告诉他不要嘲笑有障碍的人。看到对方站起来，船长也跟着起身。在服务员的劝解下，两人最后都回到了各自的位置。餐厅里的男孩看到前面的情景，英熙突然倒在地上，然后英熙对他说，你喜欢被我这样盯着看吗？看到男孩被吓到了，英熙伸手帮他起来，并拍掉他身上的灰尘。英熙又一次教育那男孩，告诉他不要嘲笑有障碍的人，也不要总盯着人看。说完他就转身离开了。英玉离开餐厅，仍然因为刚才的事情心情不好，而姐姐却告诉船长她想留下来。英玉忍不住生气了，她让姐姐按计划明天回去。为了让妹妹少发脾气，她只披了一件薄被在外头画画。船长却想让姐姐多待几天。英玉反问，你想一直照顾她吗？船长沉默地看着英玉，没有回答。白天的事对他来说还算小事，有很多事情比这更严重，但英玉都能理解。
因为在日常生活中，很少有人能理解像英熙这样的人。他曾想和姐姐一起住，但找不到合适的房子，也没办法去工作。普通学校也不让姐姐去上学，特殊学校又不能设在市中心。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好。姐姐在屋外完全理解英玉的所有感受，她明白自己对妹妹是个负担，这也是她为什么愿意在这么冷的天留在外面。她明白，只要自己不在妹妹面前出现，妹妹就会少发脾气。回到屋里，英玉尽情地释放自己的情绪，船长紧紧把她抱在怀里。他因为有这样的姐姐而感到委屈，同时也埋怨父母为什么把姐姐托付给一个一点都不善良的自己。其实他已经尽力了，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都不同，他只是不想让姐姐受到更多伤害。但细想一下，自己都觉得这么委屈，那生来就这样的姐姐肯定更加委屈。为了给妹妹一个惊喜，英熙跟着船长到了他的房车里，然后他把自己的画作交给了船长。船长看到姐姐的作品后，不禁愣住了。姐姐问他画的怎么样，船长感叹英玉看到肯定会很喜欢。英熙最后在每幅画上都标了名字，在船长的帮助下，他还刻下了自己的印章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英玉催姐姐快点整理行李。他从洗手间出来，发现姐姐不在屋里，他便走到屋外，喊着姐姐的名字。原来英熙早已经收拾好行李，在外面等他。看到这一幕，英玉眼眶湿润。趁英玉回屋准备行李的时候，姐姐打开了美颜相机，忙个不停。看到船长远远地走过来，她高兴地和船长击了个掌，然后把自己手机的桌面给船长看，那上面是她和英玉的甜蜜合影。到了机场，英玉紧紧拥抱着姐姐，叮嘱姐姐要学着自己照顾自己。冬天见。姐姐把自己织的围巾给妹妹套在脖子上，望着姐姐远去的背影，英玉的眼眶又湿润了。回到船长的房车里后，船长借口买咖啡，让英玉先上车。英玉拉开窗帘的一刹那，旁边的画作吸引了他的注意。这个故事里有英玉的委屈，也有英熙的不容易。英玉作为家人，她也曾想过放弃姐姐，但她始终没能放手。她有着正常人的情绪和委屈，但同样有着难能可贵的善良。英熙希望能和妹妹在一起，身为残障人士的她也有委屈，但她生来如此无法选择。她知道和妹妹在一起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，所以她正在努力变得更好，为了不再是妹妹的负担。后来她曾问姐姐，你为什么会画得这么好？英熙告诉她，每次想念英玉或感到孤单时，她就会拿起画笔，所以画得越来越好。18岁的父亲整天忙于赚钱养家，除了在市中心的餐厅工作，闲暇时还帮父亲看店。正当他坐下来休息，突然看到英珠发来的短信，他立刻站了起来。父亲见此询问发生什么事了。阿显急忙回答说英珠被送去医院，明明她的预产期还是下个月。两位父亲也赶紧跟了出去。晚上下班后，恩喜也赶到了医院。两位父亲无神地坐在门口，他们紧握着彼此的手，一起为英珠祈祷。恩喜把车停好就跑了过来，看到两位父亲沮丧的样子，他也静静地坐到他们旁边，随后询问浩西叔英珠的状况。浩西叔哭着说英珠很疼，已经疼了超过10个小时。恩喜本以为英珠出了什么事，又问这只是普通的阵痛对吗？两位父亲点头确认。一直紧张的他终于稍微放松了些，然后瘫坐在地上，心里还是担心英珠。三人对生孩子都没经验，再次为英珠的安全祈祷。英珠病床上不时的痛苦，阿显在旁边看得非常心疼，他紧紧抓着英珠的手。阿显建议英珠可以选择剖腹产，英珠摇了摇头拒绝。这时护士来进行检查，发现宝宝快出生了，随即把英珠推向分娩室。三位家长此刻紧张又兴奋，在外面焦急的等待。大家猜猜是男孩还是女孩呢？另一边丹雅的家快完工了，拍了照片马上发给了他。不久单雅打来电话，问他静刚如何，他有没有按你说的每天运动，偶尔还会想起你。东西接着问，你还把自己当哥哥吗？单雅脸红的笑了。这时听到同事叫他，单雅就没回答他。第二天大雨倾盆，东西在忙着收尾工作。这时单雅打来了电话，他说很想念东西。单雅很确定地说是你这个人。东西听后偷偷高兴。单雅说下周末会来锦州。东西开玩笑说你不会又要来跳海了吧？单雅说只是想见见他。挂电话后东西笑了，希望他们能幸福的在一起。退休后的白幽灵开了一辆杂货车，除了每天摆摊，还专门给镇上的大妈们送货，偶尔还帮忙修家具。他外表粗犷，但内心温柔，每次接妈妈电话都头疼，手机响个不停。犹豫了一会儿后接起电话，他没让妈妈说话就挂了，但电话马上又响了，他又接了电话，正要挂断，却被妈妈叫住了。妈妈让他带他去木浦镇。东西惊讶地问去那干嘛？妈妈说下周是继父的忌日。东西听后大发雷霆，连亲父都未曾祭拜过的他，怎可能答应？妈妈不听他解释，随即挂断了电话。他试图回拨电话时，母亲好像没听见似的，这是差点把他那个从不关心他的母亲逼疯了。第二天，恩喜陪玉东大妈去拿药，这时才知道他得了晚期癌症。恩熙强忍着眼泪，在车上问大妈为什么不告诉东西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在意恩喜有没有结婚。一路上湛蓝的天空让大妈感叹自己活了这么久，说到底老死又算什么。在另一边，东西像平常一样忙完一天工作，在酒店整理衣服。他给单雅发了条消息，问如果他突然出现，
你会惊讶还是也会开心？答案是会非常开心。东西就把闹钟设在下午5点，拉开窗帘准备休息。这时又收到了母亲的电话，他回到床上，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好久，直到母亲不再打电话，他就睡了。因为联系不上东西，恩喜又给东西打电话，东西刚睡着就被手机震动吵醒，一时情急的恩喜透露了玉东大妈的病情。东西听后感觉既不伤心也不高兴，他想了想，本想破口大骂的恩喜却又忍住了，他只是希望东西能回来看母亲一眼，别到时候后悔。但东西坚决地说，晚上他开车去见单雅，想给他一个惊喜，却没料到接下来的场景竟让他彻底崩溃。单雅一听到孩子的叫声就马上转身，他高兴地抱起了孩子，看到一家3口团聚，东西的脸色立刻变了。就在当前夫把单雅的头发撩起的那一瞬间，他的眼眶不由自主的湿润。这样亲密的动作让东西又想起了过去的往事。那时单雅刚和男友分手，他们还留着彼此的合照，因为他觉得自己还能和他复合。东西感觉自己又被玩弄了，他疯狂地按着车喇叭。单雅听到后转过头来，看着东西的车慢慢开走，他只能默默地站在那里，一直漂泊不定的东西。原本以为单雅是自己最后的避风港，没想到现实又给了他一巴掌。在路上，东西接到恩喜的电话，他默默地挂断了电话，紧接着又是单雅的来电，他直接关了手机。这一刻他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，他搞不懂自己的命运为什么这样。单雅看到东西不接电话，他打开东西骑马的视频，慢慢地放大画面。我觉得东西是误解他了。第二天东西还是像往常一样送货，但口袋里的手机一直在响，他还是不理会。忙完工作后，他坐在村口，电话声终于停了，但短信还在不断发来。点开一看，短信里并没有骂他不孝，只是想让他回家看看母亲。当然还有单雅发来的信息，他让东西给他回个电话，但他只是看了一眼，这并没有让他改变什么。人倒霉的时候做什么都不顺利，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。东西此刻也是这样，哪怕只是想喝点泡面汤。不得不提李秉宪的演技还是很在线。之后他去仓库整理货物，正准备离开，却被浩西叔拦住了，但东西并没有搭理他。这时殷全叔也挡住了他的车，东西没办法只好停下，他无奈地叹了口气。3人把车停好，然后一起朝海边的酒馆走去。殷全叔给大家倒满了酒，东西拒绝喝酒，催促大家有话快说，他还有事。但旁人觉得他现在应该把事放一放，去照顾母亲。温喜让他带母亲去墓园，本来是想自己带他去的，但他拒绝了。浩西叔表示理解他的感受，也知道他很愤怒，但殷全叔不这么看，他觉得东西现在应该感到伤心。任何有良心的人一听到母亲癌症晚期的消息，无论什么恩怨都应陪伴到最后。面对殷全叔没完没了的说教，东西觉得这是别人的事，你说起来当然轻松，我现在的情况和你当年一模一样，我打算等母亲去世后再来后悔，这样可以满足你吗？殷全叔气得一下子站了起来，旁边的恩喜让他坐下，然后开始回忆过去的事。当年东西的姐姐去世后，东西的母亲没过1个月就收拾行李跟另一个男人改嫁了。那时的恩喜也不理解，他也很生气，虽然他从未表达过，但他真的很同情东西的境遇。可是现在玉东大妈连饭都吃不下，经常还吐血。他知道东西一时冲动，但前提是母亲得健康，你得在她健康时对她生气。恩喜劝东西退一步，尽量满足母亲的愿望，等她离开后就可以洒脱地放下这段人间关系。东西还是坚决说不行，他含着泪水说，他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说懂我，你们懂什么？你们根本不知道他对我做过什么。还有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虽然交过几个女友，却从没想过要结婚吗？因为东西担心他们会像他母亲，不管多好，只要有一点点像他就立刻反感。他气愤地把杯子摔在地上。离开前他再次说，单位里的哥哥姐姐们也不再劝他，或许东西还有更多难以言说的苦楚。在车上他的心情还没平复，他默默地擦去了眼角的泪水。船长目睹了这一幕，便开车到了滨海公路上，远处的夕阳与大海相映成辉，这让东西渐渐平静了下来。他提到他那得了癌症的母亲，心情很复杂，说不上伤心也不算开心，只是感到一阵难以名状的愤怒。时间来到了晚上，船长把东西送到了单雅的老家，然后默默地一个人离开了。就在那时，东西接到了单雅的电话，犹豫了一下，他还是接了。单雅还没说几句，东西就直接说出了母亲的病情。单雅听后非常震惊，原以为他终于能从这段烦恼的关系中脱身，但母亲却要他去祭拜养父。东西问单雅自己是否应该去，作为旁观者他也不确定。东西知道这是母亲的遗愿，但他就是不想去。单雅便说那就不去吧。他之所以这么恨母亲，是因为他父亲出海时遇难，3年后姐姐也在捕捞时丧生，那时他只剩下母亲可以依靠，但母亲却迅速选择了改嫁，还让他不要叫他妈妈。这对还是孩子的他来说太难了。他一边走一边流泪，母亲甚至连续打自己耳光，直到自己倒在地上。从那天开始，东西就再也没有叫过他妈妈，直到今天他都称呼她为阿姨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偷走了养父家中的金饰和钱，当他想带妈妈一起去首尔生活，妈妈却只回了一句话。单雅听到这，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东西，他还在纠结，担心会不会因为不去而尴尬。
单雅让他按自己的想法来，不要像过去那样，失去父亲后才后悔没追问。东西默默低下了头，问单雅是否和前夫复合了。单雅解释是因为孩子，前夫才会来，他现在的对象不是前夫。如果东西不问，他就会主动告诉他。东西终于遇到了自己的幸福。挂了电话，东西默默打磨木椅，这是他第一次喝妈妈做的咖啡，因为他快不行了，一边喝一边狠狠地看着妈妈，然后气愤地离开市场。他似乎在等妈妈说点什么。中午大家都在殷全叔的店里吃饭，这时东西也过来了。旁边的浩西叔很惊讶，因为东西从不和妈妈同桌。东西看着正在给妈妈夹菜的恩喜，然后说：“你现在是装不认识我吗？”春喜回答说：“他又问旁边的浩西叔，浩西叔只让他好好吃饭，看到大家都这么对待他，他简单的吃了几口，然后说的这句话让大家都停下了筷子。”春喜大妈急忙接话，玉东大妈说是明天傍晚，东西让妈妈明天下午坐船过去，但他没给出任何回应。恩喜催他快点回答妈妈。浩西叔说如果他不去就不会再问。东西还是没开口，旁边的妈妈也很想听他怎么说。就在这时，东西问能不能坐下午的飞机去。春喜大妈建议坐船更好，就订下午2点的船吧。心里的感觉没能压抑住，东西一时语塞，你这个死老太婆到底想怎样？最终东西大方地付了大家的饭钱，也答应了妈妈明天4点去见她。到他家，听到这个答案，大家都开心的笑了。深夜，玉东大妈正在擦地板，一看时间才2点15，为了保持清醒，玉东大妈又开始练字。时间到了3点半，东西提前到了妈妈家，她在门口喊着妈妈，没听到回应，她推开了房门。这时隔壁房间传来了妈妈的声音，她走过去一看，妈妈竟然还在清理厕所，这让东西感到很无奈。这时妈妈又让她扔掉房间里的包袱，东西只好照做。东西提起2个大包袱，一转身她看到了墙上的照片，是英熙送给玉东大妈的画，还有一家人从小到大的合照。她不懂妈妈为什么这样对她，却还保留着这些照片。就在他们即将出发的时候，妈妈还在那拖拖拉拉的，东西没办法，只好先上车等。终于妈妈也上了车，然后她又让东西下车去拿点萝卜干和蕨菜。东西深呼吸一下，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。他把菜放在座位上的时候，妈妈让他把东西放到后面去，因为春喜大妈也要一起去。东西还是按照说的做了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妈妈连车门都要东西来帮忙关。这样下去，我觉得东西可能会比妈妈先累垮。他为什么要这样折磨东西呢？在这里得为东西默哀1分钟。让他头疼的还有春喜大妈，一箱接一箱，没完没了，他们永远也说不完话。这俩老太太真是没谁了。3人终于开始了旅程，看到快到船班的时间了，东西把他的小货车开得像跑车一样。2位老太太看到也不敢多话，但他们最终还是没赶上船。看东西那快要爆炸的样子，春喜大妈只好说了句抱歉。这时东西心里可能有无数只羊驼在奔腾，他把2位老人带去吃饭，自己则去吃紫菜包饭。你这老顽固，是想甩开我是吗？我偏要黏着你不走。东西没注意到妈妈在后面，一回头吓了他一大跳。明明已经是胃癌晚期的妈妈不听劝，去吃汤泡饭，偏要和他一起吃紫菜包饭，这又让东西抓狂了。饭后2人一起坐在休息室里，东西问母亲除了祭拜养父外还想做什么，他会帮母亲实现所有的愿望。母亲说想去马塘里一趟，虽然东西没听过那个地方，但他还是爽快地答应了。他又问母亲还有其他愿望吗？母亲摇了摇头。他又对母亲说，如果后来想起什么事，随时告诉他，不管是什么他都会帮忙实现。你想知道我为什么突然这样吗？是不是觉得我吃错药了，还是因为你要离开我才改变？这些你想知道的问题，我很快会告诉你。等你完成了所有想做的事之后。但从母亲的眼神感觉到，她似乎并不想知道，她的内心隐藏了很多秘密。下了船后，玉东大妈陪着春喜大妈去医院看望儿子，看到万秀恢复的不错，玉东大妈显得很欣慰。万秀问她怎么突然生病了，玉东大妈只希望她快点好起来，说自己走后，她要来参加自己的葬礼吃年糕。旁边的春喜大妈让她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。在卫生间里，春喜大妈紧张地站在门口，玉东大妈又吐血了，春喜大妈急忙让她别在这里出事，等她回到家再说。这时玉东大妈把积蓄塞给了她，让她用这些钱帮万秀和孙女，或者自己留着。她叫春喜大妈等到明年万秀恢复能自己走路的时候，后年孙女上学那会儿再来看我，不用着急。临走时，2位大妈紧紧握着对方的手，他们意识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。将玉东大妈上车后，春喜大妈静静地站着目送她，再见了我一生的挚友。为了完成癌症晚期母亲的心愿，东西带她来到宗宇家祭拜养父。这里说明一下，养父家有2个儿子，宗宇和宗彻。小时候他们经常欺负东西，当他们来到宗宇家门口，东西放下东西就转身要走，母亲却叫他敬杯酒道歉，毕竟曾吃过他们家的饭，还拿过他们的钱。但是开门的是个陌生人，得知宗宇1年前就搬走了，东西转过头对母亲叹气。在电梯里，东西对宗宇搬家的事感到恼火，母亲却叫他待会别进宗宇家。到了那里后，东西说他会在停车场等，然后默默离开。下楼的时候碰到了宗宇，见到他又让东西想起往事，一时情绪激动的他转身向前走。
就在电梯门要关上的时候，他挡住了门，两人对视了一眼。东西故意气他说他是来祭拜宗宇的父亲。宗宇问他现在靠什么生活，东西自信地说他在卖杂货，同时讥讽宗宇大事业没成功，改开了泡菜工厂。宗宇气得让他说话小心点，看在玉东大妈的面子上还能忍。东西端起酒杯，祭拜仪式结束，东西大口吃面，看着他的吃相，宗宇满脸嫌弃。这时旁边宗宇的妻子开口，东西问他说了啥，难道是说他们经常把我打得鼻青脸肿？然后旁边哈哈大笑。除了这些，关于我，他应该没啥好说的。东西趁机讽刺宗宇，把父亲的财产都败光了，这就是你的生活。你的宅基地和耕地被征用了，拿了几10亿韩元补偿，却把那老太太赶回我们破旧的家，你怎么还日子过成这样？宗宇一怒之下把面扔向东西，然后狠狠地抓住他的衣领。东西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反手就把他推倒在地。宗宇气急败坏地骂东西是小偷。听到这话的东西也抓起桌上的菜，直接甩在宗宇脸上。东西说自己拿的东西总共也不过2000万韩元，被你们揍得那么惨，这点钱根本不够赔。可那人却说是东西害死了他父亲，当时只是可怜他们像乞丐，才收留他们。听到这话的母亲，然后把祭品扔向宗宇，他无法忍受宗宇这样诬陷东西。事实上，宗宇在父亲酒后受伤后，把家里的船和地都卖了，最终事业彻底失败，这才让父亲气死的。而且他还照顾宗宇瘫痪的母亲15年，甚至给自己的父亲换尿布10年。他向宗宇要回自己当仆人的钱。东西让妈妈不要和这种人说话，但这家伙还是脸皮厚，还说竟然把这样的人当儿子。母亲一把推开东西说，他经常无缘无故被你们兄弟打，自己的妈妈既是小妾又是仆人，他已经忍耐够多了，你还要他忍受多少委屈？那个年轻人没有对你们和我动刀，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你有什么资格还骂他？最后东西带走了母亲，把母亲送到楼下后，东西又自己上楼了。原来母亲知道自己的委屈，进了屋子，东西说了声抱歉，以后你不会再看到我们母子了，因为你阿姨癌症晚期，没多少时间了，以后你可以安心生活。这个大妈虽然对狗都满眼欢喜，却从没正眼看过自己的儿子东西。离开宗宇家后，母子俩再次上路，疲惫的老母亲已经睡着了，而东西还没从之前的争吵中缓过来，看着身旁不久于人世的母亲，他的眼神流露出不舍。这时候妈妈又感到恶心了，东西立刻把车停在路边，看到妈妈这么难受，他忍不住眼眶红了。随即他问妈妈需不需要去医院，妈妈摇头表示不用，东西也只能无奈接受。但他渐渐耐心地帮妈妈上车，还细心地给她系好安全带。然后他带妈妈去了旅馆，一进屋就让妈妈先洗漱一下，接着问妈妈想睡地上还是打地铺。妈妈没回答，他慢慢走到卫生间门前，打开门看到妈妈正在刷牙，这让他稍微放心了一些。临走前他还是情不自禁地问了一句，你白天那么保护我，我觉得你也明白我过得很辛苦。听到这话，东西似乎感到了绝望，他重重地关上门后就离开了。妈妈心里似乎也有难言的苦楚。深夜妈妈从梦中醒来，她走到窗边看着外面车上的东西，心里不免有些疼爱。第二天妈妈去看望宗彻，东西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车里。临走时，宗彻上车对东西说，昨天听宗宇提起阿姨病重的事，我们都感到很难过，等到办理丧事的时候联系我。等一切都处理完后，东西带着妈妈前往马堂里。车上母子俩都沉默不语，东西实在找不到那个地方，于是他就去问了当地的房产中介，可是他们也不清楚。妈妈看起来有些失落，东西问到底马堂里是什么地方？难道你的家乡不是济州岛吗？妈妈摇摇头，这让东西大吃一惊。问过村里的人之后，才知道马堂已经变成湖泊了。东西问接下来怎么办，妈妈还是坚持要去看看。虽然心里极不情愿，但东西还是决定满足妈妈。出发前，他们决定先吃碗炸酱面。到了那儿，妈妈看到路边的狗喜不自胜，东西看了直摇头。吃饭时，老板先把面端给了厚道的客人。东西提醒说，我们是先来的，请先上我们的。但那2位客人已经开始吃了，看他们俩脸色不好，老板赶紧来安抚，说会额外给我们加一份。东西只想要他把面快点送来，可上来的面却不是东西点的那种。妈妈看了也没多说就吃了。老板突然抢走妈妈嘴里的面，东西气得把面摔在桌上，然后付了钱就转身离开。妈妈却急忙道歉。回车上，东西跟妈妈说，你看到路边的狗都笑得那么开心，对自己儿子却这么冷淡，你没有伤害别人，却总是那么卑微，你不觉得对不起我吗？等我们从马堂里回来，我对你的义务也就尽到了。东西眼含泪光，真让人心疼，他真的感到很痛苦很委屈。开车到山脚下，东西小心地帮妈妈下车，然后他们一起走进山里。母亲才走了几步就崴了脚，她没吭声，只是靠着旁边的树稍作休息，活动了一下脚踝后就继续前行。东西却没注意到这一幕，看到母亲迟迟未能跟上，于是停下了步伐，直到母亲艰难地走到他身边，他默默地把水放在地上，然后又继续走。但地方已变，这片地方已经改建成水库了。母子俩找了块木头坐下，东西询问母亲的家在哪里，他试图在记忆中寻找往昔。东西又问母亲最后一次回老家是什么时候，母亲说是在生了他姐姐后来过一次，
询问母亲是否有兄弟姐妹。母亲摇头表示没有。那外公外婆是什么时候去世的？母亲说他们在他6岁时去世。这时，东西回忆起小时候有个阿姨来访，母亲说那位阿姨3年前去世了。东西听后心情复杂，他继续询问母亲，来这里是为了探望外公外婆吗？母亲说是来看望外公外婆和自己的哥哥。东西听后感到非常吃惊，母亲含泪说，哥哥在他13岁时去世了，后来被埋在父母的墓地旁。母亲说完这些便起身离开了。返回途中，东西注意到母亲脚受伤了，他帮母亲坐到旁边的木头上，脱下鞋子，发现母亲的脚已经肿了很多，他却说等一下就会好。东西听后非常生气，然后他找了根木棍让妈妈拄着走。看着妈妈那么吃力，他最终还是忍不住把她背起来了。正在他背起妈妈的那一刻，他再也忍不住泪水。在车上，妈妈又用那深情的眼光看着窗外的狗。东西看了说，妈妈只是鄙视地瞥了他一眼。东西借机问妈妈，自己被打的时候他有没有难过，还是根本就无动于衷？妈妈沉默不语。东西还是忍不住问，你那么爱男人吗？即便有了儿子，没有男人你就活不下去吗？我那时说我会辍学打工养你，等我再大一些，我还想带你一起去首尔，可你为什么总是那么理直气壮？你不觉得对不起我吗？那时我一无所有，爸爸和姐姐都不在了，身边只剩下妈妈，可你连妈妈都不让我叫，你把我唯一的妈妈也夺走了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今年我特别伤心。他以为只要孩子有饭吃就行了，以为有个好房子读书就足够，所以他就随便找人依靠。这一切都是那个时代有限知识的局限。他叮嘱东西他死后不要哭泣，让自己的骨灰撒在姐姐和父亲的海里，就像曾重度抑郁的善雅，现在已经焕然一新。忙碌后的他马上订了张去济州的票，他高兴地分享了这个消息给东西。东西看到短信后愁眉苦脸的，他在等母亲的诊断结果。他从诊室走出来，失魂落魄地走到母亲床前，他告诉母亲不住院的话，可能得准备后事了。母亲艰难地坐了起来。东西担心母亲在路上会有事，坚持让她留在这里。母亲还是坚持要回家。看着母亲苦苦哀求，他最后还是同意了。2小时后换班，东西小心地帮母亲下车，从自己的百宝箱里挑了双舒服的鞋给母亲。母亲穿上东西挑的鞋，跟在他后面。他们到了炸酱面馆，母亲不知道怎么吃，东西帮他拌好面。考虑到母亲嚼不动，他又帮他剪好面条。然后他问母亲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炸酱面。母亲说是东西父亲还在时偶尔会吃，但我不这么认为。看母亲吃面的样子，他其实不知道怎么吃，甚至从没见过这玩意。可能只是因为东西喜欢吃。然后东西问还有什么想做的，就告诉他。东西问是否离这儿近，母亲摇了摇头。东西因此拒绝了母亲，因为明天要见善雅。母亲失望地低下头。恰好善雅又发了条短信过来，说他儿子受伤了，所以明天赶不过来了。这让东西重新答应了母亲。晚上他们来到了母亲提到的那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母亲和东西父亲首次见面的地点。那时候只有13岁的他在这儿洗碗，只为了填饱肚子。回程路上，为了多聊会儿天，他跟母亲说英珠生了个6斤6两的女宝宝，然后把照片给母亲看。看到这么可爱的小孩，母亲露出了深情的眼神。东西突然有点不高兴，赶紧把手机拿了回来。接着母亲问东西金字怎么写，东西愣了一下，然后在玻璃上喝了口气，写下了母亲想知道的金。母亲在前面加了2个他只会写的字，吴满金是他的名字。东西问母亲还想写什么，我帮你写。就这样，在东西的指导下，每一个重要的人名动物、风景和地点都被记录下来，最终印在了开往济州的轮渡玻璃上。母子俩的下一站是母亲从未去过的汉纳山，那里的白鹿潭雪景是世界上最美的。今天他要完成母亲的最后心愿。旁边沉睡的母亲看着他舍不得叫醒他。可就在妈妈睁开眼睛的那一瞬间，外面的大雪让他目瞪口呆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东西问妈妈知不知道白鹿潭，你以前来过这儿吗？妈妈摇头说没有，这让东西感到一丝丝的愧疚。妈妈接着问白鹿潭是不是比这还美？东西回答说那里美得没法比。这话一说出来，妈妈就更想去看看了。吓了一跳的东西说那得开4-5个小时，要是半路车坏了就惨了。他劝妈妈欣赏这里的风景就好，但妈妈看起来很失望，东西也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了。出发前，东西细心地从装备箱里挑选装备，他耐心地帮妈妈换上棉鞋，然后跑去给妈妈买了热茶。看着东西远去的背影，低头看着脚上新换的棉鞋，这一刻他一定很幸福。一路上东西回头看着妈妈，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急躁了。他不经意问妈妈，如果可以重新来过，你想成为什么？妈妈说想成为有钱人家的孩子，这样就不用担心钱了，可以学习读书写字，也不用让孩子们去工作，让他们多读书，不要遇到命短的人，而是要和长寿的人在一起。如果能这样生活一次就好了，如果不行也没关系。休息的时候，东西又问妈妈，如果我是个听话的好孩子会怎样？你还愿意下辈子做我的儿子吗？妈妈转过头来，深情地望着东西，默默地点头表示同意。东西继续问，这一生你最快乐的时刻是什么时候？妈妈说就是现在和你一起登山。东西冷冷地笑了笑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他不理解为什么妈妈说这是他最快乐的时刻，明明他一直都很冷漠。
一起登汉纳山的路上，听到有人想要放弃登山，东西劝妈妈也别往上走了，妈妈却坚持要去看最美的白鹿潭。东西让妈妈和2个年轻人先下山，他自己去山顶拍摄白鹿潭，叫妈妈在山脚下的咖啡厅等他。看着东西离去的背影，妈妈眼眶泛红，依依不舍。东西一路快步走向山顶，往事不断浮现在脑海中，那些让他难以回首的记忆，想起来就心烦意乱。陪伴妈妈的这段路程后，他似乎找到了一些答案，心里感到了一些释然。山脚下等待的妈妈犹豫后，拨了宗宇的电话。宗宇看到来电却没有接，如果电话接通，妈妈会说什么呢？宗宇为什么不接电话？东西快到山顶时，却发现有管制入山的标志，无奈地拿出手机记录下这一刻。他告诉妈妈白鹿潭就在那里，他边流泪边对着手机说。而山脚下的妈妈已经睡着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妈妈看着东西拍的视频，眼中充满了期待和喜悦。虽然没能看到被雪覆盖的白鹿潭，但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与儿子相伴，这才是他真正的愿望。到家后，东西匆匆为母亲开门，小心翼翼地帮她下车。看着孤单的老妈走进屋里，他心里感慨万千。于是他呼唤住了母亲，母亲满怀期待地回头。东西问他要不要去他住的地方看看，母亲开心地点头。当他们到达东西的住处，单雅从里面走了出来。2人初次见面，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，只是彼此深深地鞠了个躬。这时儿子小烈也跟了出来，母亲眼中闪着光，看着眼前这可爱的孩子，温柔而乖巧，眼神中充满了爱。外面东西陪小烈荡秋千，他们约好明天一起去骑马。屋里单雅关心着母亲的健康，母亲则赞扬东西，说他是个非常善良的孩子。单雅默默地转头看着屋外和谐相处的父子，露出了欣慰的微笑。母亲见状又赞他真的很善良，然后他叫东西带他回家。单雅想让母亲留下过夜，母亲只是给他一个温暖的微笑。这次旅行让母亲家的门口多了一双鞋。屋里东西让母亲早点休息，然后转头望向墙上挂着全家人从小到大的照片。母亲说他们一定去了美好的地方，因为自从他们离开后，就再也没出现在他的梦中了。临走之前，东西叫妈妈明天早上做一大锅酱给他。妈妈激动地说道，不是不爱吃吗？东西帮妈妈锁好门，然后离开了。东西走后，他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第二天，妈妈一大早就起来开始准备，忙完这些，她像平时一样给自家的狗和猫喂食。不知不觉中，东西终于到了妈妈家。妈妈已经睡着了，大锅酱已经摆在桌上。东西尝了一口，显得很满足。他试着叫醒妈妈，但是妈妈没有回应他。东西慢慢放下了筷子，可惜他没能亲耳听到那句话。东西默默靠近，他小心翼翼地听妈妈的呼吸。子欲养而亲不待，这或许是最大的悲哀。他默默地跪在妈妈的遗体旁边。他拨通了春喜大妈的电话。春喜大妈听闻消息后强装镇定，挂电话后她忍不住痛哭。东西和妈妈的故事就此结束。许多人不理解玉东大妈的做法，也有人说她不配做母亲，但在这一路的旅程中，编剧已经给出了答案。从玉东大妈对小动物的喜爱，到她为春喜大妈的儿子病重而哭泣，以及她不向银珠收钱卖菜，可以看出她本性善良。她的父母和哥哥很早就去世了，从小就是独自一人的她，当东西提出说要去打工供养，他们肯定知道一个孩子出去打工有多辛苦，所以她一定不会同意。在那个年代偏僻小巷里，村里的女性赚钱方式真是少得可怜，就算会被人背后指指点点。自己的丈夫刚去世，她就选择再嫁。她不愿自己的儿子四处漂泊，事情不再提及，她只希望儿子能像其他小孩一样上学，生活能如她年轻时所期望的那样。至于她为什么会狠狠地打东西，看着自己的儿子被打也不吭声，我觉得她心里有数，知道自己儿子性格冲动，去别人家肯定会受委屈，没什么比被自己妈妈无缘无故扇自己好几个耳光更加难受的了。这样以后承受的痛苦也许就不那么难受了。从玉东大妈对第二任丈夫的儿子发脾气，可以看出她根本就没忘记过他们打儿子的事，可能是因为无依无靠，可能是为了报答别人的恩情，或者为了不让这个家变得一团糟，她只能默默看着自己孩子被欺负，心里却在嘶吼，现实这么残酷，无法再改变什么，不必非去理解它。妈妈本可以选择其他方式，母亲也不需要被洗白，因为她这一生已经够累了。很喜欢这段独白，没有一句说爱我，也没有一句说抱歉。我的妈妈江玉东女士做了一碗我最爱的大酱锅，然后回到了她最初的地方。我抱着她的遗体痛哭，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，这一生我从未对她怀有怨恨，只想这样抱着她，和她和好。今天她要带女朋友见家长，出发前还是得照镜子赞赏一下自己的帅气。她刚下车，转头就被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殷玉震惊了。正当船长向殷玉走去，殷玉突然决定撤退，他随手把礼物交给了船长。看着殷玉那副无所谓的态度，船长并没有生气，反而说那就不去了。丁玉惊讶地问，真的吗？洞悉殷玉心思的船长对他说，既然今天我们都不用上班，还都穿得这么正式，不如去看场电影吧。丁玉想了想，就这么定了。这么好的男朋友送给评论区的姐妹们。但殷玉回到车上，心里有点过意不去，他便问船长有没有跟家里说过自己的情况。船长点头，然后对殷玉说，我爸妈见了你，一定会喜欢你的。殷玉最终决定去见家长，但提了一个条件的开自己的车，因为他怕船长的父母可能不喜欢他。
如果真是这样，他会毫不犹豫地立即离开。船长说，如果今天我父母让你不舒服，为了我你忍3次吧。途中因为紧张还感到不适，船长让他做深呼吸，冰玉也跟着试着做了几次深呼吸。到了那里，父母正在忙着农活，冰玉礼貌地跟他们打个招呼。船长介绍说，这是我的女朋友。父母只是匆匆一瞥，然后继续忙碌。这时英玉抱怨说，他们连看我一眼都不想，我已经忍耐过一次了。屋里弟弟看着一旁独抱的爸爸，然后对船长说，爸爸心情不好，妈妈心情更糟。这时候的英玉就站在妈妈旁边，她想帮妈妈一把，却被拒绝了。妈妈让船长把饭菜端出来后，就转身离开了。这时英玉又说，妈妈连句话都没和我说，甚至连看我一眼都没有。总之我已经忍了2次了，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哦。吃饭时弟弟说，你们叫人家来，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呢？这样很尴尬的。如果你们都这样，我以后也不会带女友回家了。正当船长准备为英玉开脱时，英玉阻止了他。爸爸随后叮嘱船长要对英玉好一点，又对英玉说，如果他对你不好，你就告诉我，我帮你教训他。得到这样的支持，英玉也放心了。这样温馨的家庭真的很棒。妈妈离开后，东西像平常一样在市场外叫卖。好久不见的汉修又回到这里了，他模仿着东西的叫卖方式。东西看到后忍不住笑了。汉修慢慢地走到他面前，和东西握了握手，然后问东西最近怎么样。美兰来到市场里春喜大妈的摊位，他们开心的拥抱。哨声一响，运动会正式开幕。美兰和恩喜这对好闺蜜，默契如同小时候一样完美。看着落后的对手，他们兴奋地大声呐喊，顺利完成接力棒的交接。最后他们躺在草坪上，回忆起过去的点点滴滴，从最初的重逢喜悦，到关系的1度破裂，最后放下前嫌重新开始。这段闺蜜情经历了考验，会持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相比之下，害羞这组合显得有些笨拙。尽管如此，这个1.9米的大个子也曾低头为生活奔波。他试图利用恩喜的感情来实现女儿的高尔夫梦想，但正是因为遇到善良的恩喜，他决定洗心革面重新开始。说到最完美的搭档，那肯定是船长。他那阴郁矫健的步伐和敏捷的动作，让观众席上的姐姐们忍不住喝彩。姐妹俩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，我相信大家都记得很清楚。